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份深度解析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实用的话题，这是我们根据一篇非常热门的风水文章，特别为大家整理出的居家科普解析。如果你住在台湾，或者说你现在就住在现代的都会大楼公寓里，你一定对这个问题不陌生，也就是平面图格局不方正的缺角屋。说真的，很多人一发现自己的房子不是方方正正的，第一反应就是超紧张，心想完蛋了，这会不会影响我的运势还是健康啊？但其实真的不用自己吓自己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最完整而且非常科学的化解大全。透过接下来的内容，我们会带你一步一步搞懂问题出在哪，然后给你那些真的能立刻派上用场的解决方案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就先来看看来源文章里这句超棒的话。这句话真的可以说是完全定调了我们今天的核心精神。缺角屋不是绝症，知道缺了什么就知道补什么。没错，房子缺角绝对不是什么无法挽回的绝症，你把它想象成我们的身体缺乏了某种维生素就好了。只要我们能精准诊断出到底是哪个方位在喊救命，我们就能很轻松的对症下药，把它给补回来。那今天我们的治疗计划会怎么进行呢？很简单，我们会先快速认识一下居家缺角到底是什么概念。接着我们会像看人体解剖图一样，带你找出8个方位缺角具体会有哪些症状。再来我们会进入急诊室的减伤分类，教你怎么判断严重程度跟处理顺序。最后当然也是最精彩的，我们会开出现代的补角处方，让你用超实用的居家设计轻松化解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。缺角物不是绝症，先来认识一下居家缺角。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把你的房子当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体。在风水学的角度来看，如果平面图在物理空间上凹进去，或者是明显缺少了一个区块，这就叫做缺角。这就如同身体少了一块肉一样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因为房子的各个方位都刚好对应着住在里面的特定家庭成员，还有他们的生活领域。所以一旦空间有缺失，就很可能会直接且具体的反映在居住者的健康或者是运势上。这也是为什么空间跟人之间其实是有着非常奇妙又直接的连结的。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，8方缺角与症状，来看看八卦对应的哪些影响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现在把各个方位分成几个大群组，这样看比较好懂。首先我们来看看一家之主的父母群。西北角代表的是男主人跟他的事业，如果家里缺了西北角，男主人可能就容易头痛，或者觉得事业有点卡卡的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用金属物品或者是象征靠山的山水画来补强。那西南角对应的就是女主人跟婚姻和谐啦，缺角的话容易有肠胃小毛病，或者是夫妻关系紧张。这时候你需要的是土的元素，像是摆点陶器来稳定磁场。再来是大家也很关心的孩子跟财运群组，正东角关系到大儿子跟肝胆，缺了可以补点绿色植物。正西角影响小女儿跟肺部，挂个声音清脆的音乐风铃就能带来好转。而东北角可是管小儿子的学业哦，放点陶器或者把那个角落的灯光打亮，非常有帮助。对了，那大家最在意的财运在哪？就在东南角哦。如果你觉得最近老是存不住钱，赶快去看看东南角是不是缺了，是的话赶快放盆发财树或小鱼缸吧。最后是整体的运势部分，正北角关系到事业跟肾脏，可以用水晶或黑色系的物品来化解。正南角则是关乎民生跟眼睛的视力，如果缺了，用点红色物品或明亮的灯饰就能重新点亮气场。你看这背后的逻辑其实超简单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缺了什么元素，我们就在那个角落补上相对应的五行力量就搞定了。好，了解完症状，我们来到第3部分，缺角程度与优先顺序，教你怎么做诊断与急救。我们先来算个简单的数学，让你马上就能帮自己家做个快速的自我诊断。如果你发现缺角的部分长度小于那一整面墙的1/3，那其实只是轻度，这就像是不小心擦伤而已，贴个 OK 绷就好。也就是摆放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五行开运小物就非常够用了。但如果在1/3到1/2之间，这就是中度咯，影响会稍微明显一点，你可能需要同时用好几种方法来补救。那要是缺角超过了1半的长度呢？这就是严重等级了，单靠摆盆栽可能不太够力。文章里通常会建议在室内装潢的时候，直接透过实体空间的设计去把它填补起来。
可是如果你仔细一看，哎呀，发现家里竟然不止一个地方缺角，这下怎么办？先别慌，这时候就要套用风水中的急救逻辑了。第一步绝对是优先稳定西北角和西南角，因为这对应的是家里的男女主人，也就是一个家庭的2大支柱啊。支柱稳了，家自然就稳了。第二步，接着去处理东南角的财运跟正北角的事业，确保家里的经济来源跟发展顺顺利利。到了第3步，行有余力，再去处理其他的方位，这就是所谓轻重缓急的智慧啦。最后，我们来到第4部分，也是大家最期待的现代补角化解方案，怎么运用实用的居家设计？我们来稍微对比一下。过去那种传统的方法，可能是叫你在家里挂什么古铜钱啦，摆放特定的风水陶器之类的。这些方法当然有它的道理在，但老实说，有时候跟我们现代超现代的北欧风或工业风装潢真的挺不搭的，对吧？相比之下，现代的做法就聪明多了。其实你可以直接透过室内设计，在美学跟功能上把空间给要回来。举个例子，你可以直接在缺角的地方做一个系统柜，这不仅填补了空间，还帮你增加了超好用的收纳。或者你也能透过天花板的造型设计，在视觉上把那个角落巧妙地延伸出去，甚至你可以在那个凹陷处设计一个超cute的窗台座位，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专属阅读区，直接赋予那个机灵空间全新的生命。不过，如果你现在就是不想打动干哥找木工做装潢，也完全没关系。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取得的物品，其实就能成为超强大的空间魔法。第一招是镜子，直接在缺角的那面墙上挂一面很有质感的大镜子，透过镜面的反射，你在视觉跟气场上瞬间就把那个缺失的区块给补齐了。第二招是灯光，缺角的地方通常采光不好，容易形成暗角，只要在那边打上一盏明亮的灯，用光线去填满那个区域，原本停滞让人觉得沉闷的气场，立刻就会被活化起来哦。总结一下来源文章给我们的终极处方，我们姑且称它为补角3宝吧，也就是镜子、灯光、植物。镜子用来延伸空间，灯光用来补充能量，而植物，特别是那种充满生命力、叶片圆润的绿色盆栽，能为角落带来勃勃生机。千万记得一个重点，如果你把这3样东西搭配在一起使用，那化解缺角的效果绝对是翻倍的哦。回到我们最初的观念，缺角真的不是什么绝症，只要你懂得灵活运用今天介绍的这些小技巧，任何房子都有潜力成为庇应全家的风水豪宅。现在不妨就站起来，环顾一下你的家，看看你的家缺了哪一角呢？那个角落是需要挂上一面镜子，还是需要摆上一盆充满生机的植物呢？把今天学到的现代补角魔法应用起来，今天就开始动手，为自己跟家人创造一个更健康、更和谐的居住空间吧。感谢你的收看，这份解析希望能帮到你，我们下次见喽。